1980和90年代是 F1 历史上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时期。这20年里，不光有着塞纳与普罗斯特的宿敌之争，更多的还是各支车队间黑科技之间的斗争。1989年，涡轮增压被禁，3.5升自然吸气引擎取代了涡轮增压引擎，开启了 V8、V10、V12 引擎大混战的时代。当然，还有声名车队的 W12 引擎。而随着地面效应的退场以及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电子技术被应用到 F1 赛车上，而威廉姆斯则凭借主动悬挂把电控系统开创到了全新的高度，以至于威廉姆斯 FW14B 和 FW15C 至今都被认为是技术上最先进而且最成功的 F1 赛车。30年前的赛车，他们的魅力凭什么依旧不减当年呢？在谈主动悬挂系统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下悬挂系统。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说，悬挂系统就是 F1 赛车轮胎与车身之间的连接部分。但是赛道表面不可能是没有坡度的，车身会抬高或降低，所以这就需要悬挂有一定的自由度来保证赛车能够平稳行驶。其次，悬挂也确保了轮胎会牢牢抓住地面，在弯角中最大化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来提供给赛车更多的抓地力。一般来说，悬挂由弹簧和减震器组成。当轮胎遇到颠簸向上弹起时，弹簧可以吸收这些能量，并且慢慢释放出来。但如果释放得太快，那么轮胎就会再次弹起来，弹到弹簧的能量耗尽为止。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相反方向的力抵消该部分能量，这就是减震器的作用。它通常由一个带活塞的液压缸组成，活塞限制了液压油从活塞一侧向另一侧的流速，流速越慢，那么减震器的效果就越差，更容易颠簸，悬挂也就更硬。再比如说赛车过弯时，由于刹车的影响，车身会向前倾斜，在惯性与离心力的作用下，车身还会向外倾斜，因此轮胎与赛车的指向并不相同。这个差异也使得赛车在过弯时并不处在最佳的空气动力学状态。而主动悬挂系统顾名思义，那就是它可以自行调节悬挂的硬度，以适应任何情况的赛道条件，同时让赛车始终保持在空气动力学效率最高的状态。其实主动悬挂系统最初并不是威廉姆斯车队的想法，而是莲花车队。那是曾经的地面效应年代。1977年，莲花车队的创始人兼设计师科林·查普曼第一次把地面效应应用到了莲花78上，并在1978年用改良过的莲花79叱咤围场。当时赛车的底板就是一个倒过来的勺子的形状，也就是倒过来的机翼，再加上侧裙的密封，使得赛车可以利用压强差牢牢地贴在地面上。这其中还诞生过一台风扇车，想了解的朋友一会儿可以来看看我的这期视频。如今的赛车没了侧裙，用底板上一些弯弯曲曲的通道来实现地面效应，和当年的原理稍有不同。而从那时候开始，莲花与科林·查普曼就已经着手研发主动悬挂系统了，目的是保持赛车底板与地面始终有一个均匀的高度，以保证赛车能够平稳的驾驶。他们给4个轮胎的悬挂架上传感器，在获得大量数据后，通过液压系统或者车手自己来调节悬挂的软硬。但他们的问题是，在当时车载电子设备发展初期，莲花车队没有处理如此庞大的赛道数据的能力，再加上1982年地面效应被禁止，他们的研发重心也逐渐偏向于涡轮发动机的效率上。直到1978年，主动悬挂系统才逐渐成熟。埃尔顿·塞纳测试了搭载主动悬挂系统的莲花 99T， 并给出了极其满意的答复。但得到主动悬挂系统的代价也很大。第一，赛车会增重10到12千克。第二，莲花 99T 液压泵的动力是从引擎中抽出来的，再加上赛车设计上的另外一些缺陷，导致他们的竞争力远不如当时同样使用本田引擎的威廉姆斯。甚至在当年的英国站上，塞纳和队友中岛悟被曼塞尔和老皮奎特套了一圈。不过主动悬挂系统确实给莲花车队在底特律和摩纳哥这2条崎岖的街道赛上带来了2场胜利。但威廉姆斯也不是傻子，他们也在研发自己的主动悬挂系统。不过威廉姆斯的主动悬挂系统并没有达到莲花车队的技术水平，所以在引擎消耗功率方面，威廉姆斯是占优的，只消耗5%的马力。第一次搭载主动悬挂系统的威廉姆斯在蒙扎由老皮奎特拿下胜利。那个赛季，尼尔森皮奎特和曼塞尔占据车手积分榜头2名。莲花车队这时候觉得主动悬挂系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东西，所以便在下一年放弃了这个想法。
1987赛季结束后，开着威廉姆斯 FW11 夺得当年车手总冠军的尼尔森·皮奎特出走莲花，去追寻威廉姆斯老爷子没有兑现给他的绝对1号车手位置。由于本田引擎支付了老皮奎特的大部分薪水，而且塞纳在1988年从莲花转会到迈凯伦，所以尽管威廉姆斯在1987年也夺得了制造商冠军，和皮奎特、塞纳关系亲密的本田还是提前1年终止了与威廉姆斯车队的合作，去到了迈凯伦，同时继续与莲花车队的合作。本田的离开让车队士气遭到了重创，他们急需一些动力来鼓舞士气。于是威廉姆斯车队决定继续研发主动悬挂系统，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威廉姆斯无法和其他引擎供应商达成协议，只能委曲求全使用自然吸气的 Draft V8 引擎，这使得主动悬挂系统的表现极其糟糕。本田好歹是1000匹恩净啊，超出 5% 没啥大问题，但 Draft 只有600匹，再加上引擎的不适配，威廉姆斯的竞争力急剧下滑。曼塞尔开局更是遭遇了令人绝望的7连退。他曾经和车队愤怒地表示，车队是需要竞争力没错，但绝不需要主动悬挂系统。于是在第8站英国，曼塞尔换回了传统的被动悬挂系统，这一举动也立竿见影，曼塞尔当场拿下亚军。威廉姆斯连夜放弃了主动悬挂系统，而且威廉姆斯舰队元老之一，同时也是技术总监 Patrick Head 告诉2位车手，距离技术成熟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所以失落的曼塞尔离开了威廉姆斯，去到了法拉利。1989年，威廉姆斯改用雷诺引擎，在成绩上立刻收获了成效，在车队积分榜上排名第2，仅次于不可一世的迈凯伦。然而威廉姆斯和雷诺都不满足于此，在预算大增的情况下，威廉姆斯在1990赛季结束后挖来了当时还在 March 车队工作的阿德里安·纽维。曼塞尔随着纽维的到来回到了威廉姆斯，其实用复出这个词更贴切一些。1990年普罗斯特加盟法拉利后，利用了曼塞尔的性格弱点，挤掉了曼塞尔成为1号车手。英国站车队偷偷互换了2人的底盘，但曼塞尔还是在排位赛拿下了杆位。不过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赛车操控感上的异常，在随后与工程师的对峙中，曼塞尔才得知互换底盘这件事儿。正赛中，曼塞尔因为变速箱故障退赛，这是压垮曼塞尔的最后一根稻草。退赛后的曼塞尔径直走向媒体，宣布自己当场退役，给了法拉利一记响亮的耳光。而正是同年10月，弗兰克·威廉姆斯找到了曼塞尔，并且承诺如果他回到威廉姆斯，那么他将是绝对的1号车手。所以1991年，曼塞尔光速复出，回到威廉姆斯，从此开启了一篇复仇的故事。刚刚来到威廉姆斯的纽维就和 Patrick Head 与电子系统主管帕迪罗威一起对威廉姆斯赛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而1991年的这台威廉姆斯 FW14 采用了诸多创新性的技术。首先是半自动序列式变速箱，从1986年开始，威廉姆斯车队就着手攻克这项技术，但从未被实现。直到1989年，法拉利把一台半自动序列式变速箱安装到了该车上，并进行了几次测试之后，威廉姆斯才捡起了这项计划，并在1990设计出了自己的半自动序列式变速箱。但1991年的 FW14 才是半自动序列式变速箱首次登上 F1 的历史舞台。其次是 Traction Control 牵引力控制系统，这项技术在1980年代首次被应用到丰田的民用车上。由于当时的 F1 赛车难以驾驶，所以 FIA 同意在这项技术诞生的10年后，也就是1990年开始，在 F1 赛车上使用牵引力控制系统。当然，这些技术的应用也离不开雷诺 3.5 升 V10 自吸引擎的帮助。传言称雷诺的引擎要比本田多上30匹马力，但是 Patrick Head 否认了这一说法，但承认雷诺是那几年最强劲的发动机。有了强劲的引擎，才能让优秀的空气动力学发挥到极致。这就要引出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主动悬挂系统在 FW14 上的回归。然而1991赛季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探索性的一个赛季，整个赛季曼塞尔一共换了5个底盘。开局的3连退让曼塞尔仿佛看到了3年前的噩梦，但在那之后2位车手强势反弹，曼塞尔夺得5个分站冠军，队友帕特雷西2个，但很可惜这不足以撼动迈凯伦的统治地位，曼塞尔还是输给了塞纳。1992年猛兽降临，它就是威廉姆斯 FW14B， 而最具革命性的就是经过改良的主动悬挂系统。
威廉姆斯 FW14B 搭载了更多的传感器和可调节的减震器，更熟练的数据处理能力，让车手仅仅通过方向盘上的旋钮就可以调节赛车的攻角。而赛车鼻翼上的凸起也正是藏传感器的地方。一般情况下，纽维都会用贴纸把它贴住，以防止对手发现自己的制胜法宝。这招他在吹气扩散器上也用过。而弗兰克·威廉姆斯老爷子也实现了他的诺言，曼塞尔成为了绝对的1号车手。FW14B 的调教可以和曼塞尔激进的驾驶技术完美贴合，简直就是一台为曼塞尔量身定制的赛车。但这多多少少引起了队友帕特雷西的不满。曼塞尔的调教对他来说十分不适应。1992年，曼塞尔迎来了开局5连胜。揭幕战，曼塞尔领先塞纳 0.741 秒夺得杆位。正赛中，他领先队友帕特雷西24秒夺冠，而帕特雷西又领先塞纳10秒。威廉姆斯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也给一整个赛季奠定了基调。接下来的比赛里，威廉姆斯基本上都会领先非威廉姆斯赛车1到2秒左右夺得杆位。在自己的家乡英国，曼塞尔迎来了自己的高光，他领先队友 1.919 秒夺杆，并且把塞纳甩开了惊人的 2.741 秒。除了车神之外，其他人都慢了至少3秒。正赛中，曼塞尔更是领先队友39秒，拿下属于自己的主场胜利。在匈牙利获得亚军后，曼塞尔以39岁的高龄提前5站夺得车手总冠军。他打破了至今无人能敌的记录，最高的杆位率和一个赛季中最多的 pole to win 次数。1992赛季的威廉姆斯是统治力比 W11 还强的银河车，也同样少不了对手的抱怨。理由大部分都是研发属于自己的主动悬挂系统耗费的资金实在是太多了。在1991赛季还剩1场比赛的时候，效力法拉利的普罗斯特公开谴责法拉利的赛车是一台 horrible truck。不过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是没有拖拉机更贴切。感到颜面扫地的法拉利立刻与普罗斯特解约，并支付给了普罗斯特一笔不菲的违约金，来确保他1992赛季不会加盟任何车队。1993年，休息了1年的普罗斯特逐渐和威廉姆斯走到了一起。当得知普罗斯特可能会加盟后，曼塞尔再次宣布从 F1 退役，转战 Kart 系列赛。曼塞尔的老队友帕特雷西则不知道二人之间的恩怨，得知普罗斯特加盟后乖乖离开了，这导致威廉姆斯留下了一个细微空缺。塞纳在本田离开 F1 后，尽力想要劝说威廉姆斯老爷子签下自己，甚至不惜抛弃薪水。但普罗斯特的合同中有一条，就是不可以在1993年签下塞纳作为自己的队友，所以塞纳还是得留在迈凯伦。威廉姆斯则提拔了自家的测试车手达蒙希尔。真正的大杀器也在此时降临，威廉姆斯 FW15C， 这也是 F1 历史上最先进的一台赛车。其实在1992年，威廉姆斯就准备好了一台更轻、布局更紧凑的 FW15，但奈何 FW14B 的表现太好，所以 FW15 没有登场的机会。FW15B 则是威廉姆斯为了应付新赛季对于赛车规格的新规，而在季前测试中匆匆打造出来的一台过渡车。FW15C 才是最终版本。FW15C 配备了电控单元，同时赛车4个轮胎悬架分别配备了独立的电机。在悬架上的传感器接收到数据后，它会把这些信号传输给 ECU 则控制4台电机调整悬架的硬度以及位置。也就是说，在熟悉赛道之后， FW15C 上的主动悬挂系统可以通过提前编程来精准预判下一段赛道的悬挂调教，再也不用人工操作。这也意味着 FW15C 的悬挂硬度和位置是随时会变化的，这是何等的黑科技，在那个年代简直开启了新的纪元。相比于 FW14B， 这毫无疑问又是技术上的巨大飞跃。但另一方面，诸多的电控系统也让赛车驾驶变得异常轻松，经常被人诟病车手只要踩死油门就能赢。整个赛季里，普罗斯特经常领先塞纳和舒马赫 1.5到2秒，威廉姆斯车队更是拿下除了最后一站之外的所有杆位，只有车神塞纳能够偶尔威胁普罗斯特的位置。法国站，作为法国车手的普罗斯特开着搭载法国制造商雷诺引擎的威廉姆斯夺冠，队友希尔第二。这不论对威廉姆斯、普罗斯特还是法国赛车都是巨大的鼓舞，也是整个赛季最亮眼的时刻。最终，普罗斯特领先塞纳26分夺得车手总冠军，而威廉姆斯的年终积分也是迈凯伦的2倍。有意思的是，曼塞尔和普罗斯特都在离开法拉利的第2年拿到了法拉利梦寐以求的车手总冠军。法拉利的脸也不是谁都能打的，不是吗？
然而风光过后，批评的声音总会接踵而至。首先是国际汽联对赛车过弯速度过高的担忧，并在1993年加拿大站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求各支车队主动在1994年放弃主动悬挂系统，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当时每支车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动悬挂系统。其次是查理·怀廷表示，主动悬挂系统使用的液压缸是可移动的空气动力学套件，而这一直是被国际汽联所禁止的。这真的是遇事不决，就是可移动的空气动力学。15年前的风扇车也曾经被这么举报过。各支车队联合抵制国际汽联与 F1 的这套操作，并且开始抵制法国大奖赛。但幸运的是，普罗斯特的主场比赛还是照常进行了。但真正的潜在危险是计算机对于赛道状况的误判，以及主动悬挂系统损坏所带来的后果。这一点只有马克思·莫斯利意识到了。1993年比利时站，莲花车队的意大利车手扎纳尔迪在红河湾由于液压系统泄漏而高速撞上赛道护墙，但扎纳尔迪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经过此次主动悬挂系统故障所造成的安全事故后，各支车队的反对声也逐渐平息下来。直到1994年，主动悬挂系统被彻底禁止。威廉姆斯主动悬挂神车的最后一次登场是2017年银石，车队为了庆祝参加 F1 40周年，把 FW14B 拉出来跑了几圈。2019年的古德伍德速度街上，底盘编号为8的 FW14B 被以207万英镑的价格售出。维特尔在2020年也买下了一台 FW14B， 家里停着一台猛兽，自己却要开着法拉利拖拉机。看着这红色的5号，谁来到法拉利的时候不曾意气风发呢？